师大限将至，往后的路你得独自走了。师傅，你看这是何物？万魂幡，真不愧是魔门弟子，为师还没死透，你就想收我魂魄？蠢材！为师修为高你3个境界，即便将死，又岂会被你这初出茅庐的小子算计？师傅，这幡确实用了下屯，皱纹残缺，它只有收魂养魂的些许功效，没有禁制，也不能操控。那你拿出来做什么？给你当祭魂之所。徒儿就这本事了，这万魂幡你爱进不进吧？你只是为了保我魂魄。不错，师傅，你也知道做孤魂野鬼不好受，一不小心还会被抓去日夜受刑。说不定徒儿将来得道成仙，也能为你重塑肉身。你这婆婆妈妈哪有半分魔门弟子的狠辣？师傅，你就说进不进吧。收！这法宝不一般啊，养魂之效怎会如此之好？徒儿据此改良炼制之法，剔除无用工序，改良皱纹。这小子难道真是个天才？徒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把师傅您的尸身炼成僵尸。虽然您不是炼体的，炼成僵尸也是便宜货色，但有胜于无，总不能浪费，是吧？此子必成大器。你要用禽兽血肉练功，糊涂！野兽之血不可用，会损伤神魂，让你沦为疯子。书上只说不可用，却没说为何不可用。既然不知道原因，那就查明原因。你真要是人血怨气尚可消解，兽血为何不行？若能找出症结，魔修就不必非杀人不可。千百年来无人能解，你凭什么？也许不是无人能解，只是解开的人都不说。这位兄台，我们路过此地，孩子饿了3日，求你施舍一点肉汤。相逢即是缘，诸位随意。饿久了别大口吃肉，先喝汤，再吃肉泥。你们不像逃荒，怎会跑到深山？在下摧陷人性，县里突然下令要征10岁以下孩童3000个，送往清河剑派修行。我儿刚满周岁，我们只能连夜逃走。清河剑派天下第一，遇上他们先逃。难道这真是仙缘？县令是什么德行，你还不清楚？真有好事，他会平白送给百姓。有人假冒清河剑派，收集童男童女。徒儿，你将这3人留在身边，可是想用他们试药？师傅不睡觉，就为了问这个？凡夫俗子见过你的魔门手段，若遇正道修士，随口一说，你便暴露无遗。所以，杀了，杀了，最稳。这些都是壮士一夜抓来的，不是口粮，是尸药。赵先生识字，帮我记录他们的反应。记录什么？发作时辰、不良症状、剂量差异，一个都不能漏。你真不准备用他们试药？人命不是药材。你修的是魔道，魔道又不是蠢道。清河剑派遇见百里不过转瞬，那假冒之事迟早引来他们，所以我更不能乱杀人。你若心慈手软，迟早死在这条路上。师父误会了，我只是不喜欢没必要的麻烦。良好1个时辰，野猪躁动，鸟先发作。不是体型越小越快，是灵气流转越乱越快。症结不在血，
而在神魂杂念。壮士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路过的人。你看出什么了？兽血令人癫狂，不是因为兽血低贱，而是兽类神魂杂乱。若先以药性沉淀杂念，再用静心法炼化，或许能用。或许修仙哪有不冒险的？你要亲自试，不然壮士，别靠近他！不是我的念头，这是狼的饥饿恐惧，撕咬本能。师父，念静心咒。你确定？快！如此咒大咒上。你炼化了兽血丹，没放。壮士，你救我们，又救自己，到底图什么？千金难买我乐意，这条路走得通，总算大功告成，吾道成矣。孽徒，你拿为师当诱饵！师父，我凑不齐第2张万魂幡。我现在风一吹就死了。成了。师父，我要去崔县。孽徒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兽血丹能用了，可药效太低，山里的野兽不够。崔县有魔头，也有清河和剑修，所以更要去。走远些，耽误3、5年不算什么。这次3、5年，下次就是7、8年。我要叩开仙门，要揽星河入梦。师父，我会把你托付给赵河州一家。将为师扔了。等我修行有成，一定回来寻你。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魔头，还没到出师的时候。师父，你散尽了魔功。如此一来，清河剑派也看不出端倪。那你怎么办？最多活3年。师父，你这是活腻了吗？我那么辛苦给你炼制万魂幡又有何用？本来我就要死了，早晚并无区别。你不说要成仙吗？3年时光，你若是能达到河道境界，那为师还有救。你还不如让我3年成仙算了。怎么，刚才的雄心壮志呢？若是这便气馁，你还修什么仙？为师要睡一觉了。如果不是要死了，少来打扰。河道便是成仙最后一道难关，过了之后，飞升成仙便指日可待了。3年河道，跟3年成仙没什么区别。行过小周天，念咒掐指诀，贫道我本是龙虎山，得了道的小神仙。此处乃是正门官道，按规矩是不许摆摊的呀。闲事莫理，一起看看那白帆。这字嘛，着实有些丑。谁问你字怎么样了？我是让你瞧瞧那白帆插在何处。都警醒着点儿，县太爷征收童男童女之事已经传开，城中江湖好汉云集，咱不过是巡查的，如实汇报便是。走。又跑了一笔生意，这年头就没人想问问补吗？先生要问何事？你若算得准，还需要问我？阁下，这是考我来了。怎么，算不出来？这点本事都没有，你敢给别人算命，那不害人吗？今日爷爷我便要为民除害。若是阁下不信，不妨先试试。这第一卦，我只收1文钱。若是我说中了，你便给我1文钱；若是错了，100倍奉还。
如何？算准了，只收1文；算错了，赔我100文。此言当真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诸位街坊都听到了，这小道士说的，他要是算错了，赔我100文。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，你算算爷爷我姓什么？好，请哥写下生辰八字。我凭什么告诉你生辰八字？你可没说要我报上这个。哼，算命的不是能看面相吗？这张脸给你看了，算不出来便是你输了，算不出来那就赔钱，别想赖账。我大哥在衙门当差，少了1文钱都能扒了你的皮。既然你苦苦相逼，那小道也只好违背祖师之命，拿出真本事了。你姓王，可有错？错了，爷我姓李，木子李。这王泼皮为了赢，连祖宗姓氏都不认了。呸！1文钱都输不起，真不是东西。回去告他爹去，让王差头抽死他！算你厉害，爷爷我确实姓王。哼，不过让你瞎猫遇到死猴子，蒙中了。但光算这个不算什么本事，敢不敢再赌一次？还是刚才的赌注？我已经为你算过一卦了，已经证明我并非骗子。一次蒙中了能证明什么？你敢不敢再算算我的生辰八字？还是刚才的赌注？看来阁下是非要为难我了。好，今日我让你心服口服，不过赌注要改一改。改什么？说好的1赔100，你这人怎能言而无信？1赔100可以，但你不能赌1文钱。这一卦你要赌2文钱，我若是输了赔你200文。以此类推，你要算多少卦我都跟你赌了，但必须翻倍下注。敢不敢赌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谁也不许反悔。别废话了，你算算我的生辰八字，算不出来算你输。甲辰年7月13亥时1刻，今年20有7。王泼皮，你敢张嘴瞎编？我们去告诉你爹！算你厉害，又算准了，不过2文钱而已。再来，那就先付我2文钱。先记账，爷爷我会少了你2文钱，等算到最后一并结账。下一卦就算一算爷爷我家里有几口人。你父母健在，快30岁还蜗居楼市，娶不到媳妇儿，终日到兄嫂家中蹭饭。你让我说你家只有1人呢，还是将你父母兄嫂都算进去？这次算算我家狗什么毛子啊！你自己都养不活，压根就没养狗。我家门朝南还是朝北？朝西。那是什么门？柳木。我平日爱喝什么酒？宽裕时好饮玉冰烧，拮据时偷什么喝什么。你这牛鼻子，敢污蔑我！我写字于掌心，你来猜是何字？你写了一个王字，但你拇指沾了墨，准备等我说出王字后再加一笔变成玉。王37，你已经输了18次，你欠我524287文，算上你已经赔付的1文钱，你还欠我524286文。给你算个整，你欠我52万文钱，你还要继续赌下去吗？输一回1文钱，2回2文钱，3次可就成了4文。到第10次时，你便已经欠我2000多文了。骗子，你是个骗子！我去衙门告发你！多谢各位仗义直言，诸位今日若要算卦，我分文不取。法力消耗过大，今日实在无法再算准了。
你还真是心急。说好半夜再来，免得旁人瞧见，怎么连几个时辰都等不及呢？道长莫怪，老夫病重，早几个时辰服药也能让他少受些罪。那场戏我演的还算凑合吧，还请道长兑现承诺，赐我仙丹。你这人，平日里偷鸡摸狗、欺压良善，除了这份孝心，当真一无是处。你父亲是气弱体衰，这药能补足亏损，待醒来或许会胃口大开，需清淡饮食3日，方可恢复正常。对我磕头有何用？去给你欺负过的人磕头赔罪去。若让我知晓你还在作恶，我便亲自给你报应。你老夫吃了我的丹药，我也会剖腹挖肚取回来。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！道长切莫动气，我绝不敢再做恶行。哼，若是真有因果报应就好了。我这种好人，就该有大大的福报。道友刚才所言，好人应该有大福报。小女子有一事不明，你帮了一个恶徒，也算做好事吗？敢问姑娘是何人？清河剑派苏纯一。道友无需担忧，你手中法宝自生灵韵，确实难得，但清河派弟子不会做出杀人夺宝的恶行。我只是心中疑惑，想请教一番。原来是清河剑派高足，在下陈烨，无门无派的散修，陋室不便待客，我请姑娘你去酒馆喝一杯。抱歉，门规所限，我不能喝酒，而且凡尘俗世到处都一样，道友无需介怀。那就喝杯茶吧，我境界可没姑娘那么高，此地太脏了，也不好聊天。说来冒昧，我已暗中观察许久，实在不解道友所为，可否为我解惑？苏姑娘，你为何要观察我？我怀疑你与崔宪强正童男童女之事有关。那你可太看高我了，我不过是旁门左道的散修，才刚到启灵境界，哪有这样的本事？启灵境？但你的卜算之术极为厉害，我还以为是隐藏了修为的前辈高人。我若是真会卜算过去未来，哪里还需要跟王三七演戏呢？不过是演双簧骗骗路人而已。这正是我不解之处。道友，你既然那么多心思演这场戏，为何你后面算得那么精准？数十人问卜，总不能全是与你串通吧？苏姑娘，此乃秘法，是不能外传的。如果你想，不如与我做一笔交易。不知道友想换取何物？我若为苏姑娘解惑，不知能否换一颗凝气丹？我没有凝气丹，不过我有炼制凝气丹的材料。道友倘若能为我解惑，我愿以此相换。成交。玄一路，这材料品质绝佳，清河剑派果然财大气粗。我一介散修，只能从巨贾豪商身上动脑筋，与王三七演戏是为了打响名气。寻常百姓没钱，倒不如免费算卦，让他们帮我宣扬，好招揽富有的主顾。凡人的钱财再多，对修行又能有何助助？苏姑娘出身名门，许是不了解门道。这玄机路虽罕见，只要肯出大价钱，还是买得到的。原来如此，道友是想骗取更多的钱财？当然不是骗钱，我会炼制强身健体的丹药作为交换，价格或许贵些，但绝不是骗。故意抬高价格，难道就不算骗了？做生意本就低买高卖，那万金的古玩也是泥土烧的，溢价凭人心衡量。我不造假，丹药是真的，能卖多少是我的本事。道友所为我已明白，但尚有一事不明。你说你不懂卜算，可为何算得如此精准？不过是江湖把戏，察言观色罢了。人之所求，无非富贵、平安、姻缘、子嗣。老人问子，多半人丁单薄，说的模糊些，他们自己便会对号入座。道友高才，受教了。不入流的小手段与修行无异，若非散修日子难过，我宁愿躲在深山，懒得费心思揣度人心。道友太谦虚了，这种本事在山中修行数百年也练不出来。请问道友，你帮王三七这样一个恶人，也算行善吗？坐而论道，这是正道师考量三观的最高规格交流。这姑娘一脸好骗，却又极难骗，若是在这双眼睛前撒谎，定会被看穿。若要问我本心，那我要说，因果已了便是善，
孽缘纠缠不清便是恶。还请道友细说。我初到崔县，王三七想敲诈我，被我教训，他对我的恶便得了报应。而后为了打响名声，我与他合作，他演戏，我为他老父治病，互不相欠。我得了名声，他救了老父，因果了结得很完美，那便是善。那被王三七欺凌过的其他人呢？那是他们的因果，我让他去赔偿致歉，不过随口一提，那些人是原谅还是报复，是他们自家的事。待我得到所求之物离开，王三七日后是否收约，与我再无瓜葛。若依道友所言，弱小之人又该如何了结自身因果？只能默默忍受吗？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凡人的因果究竟如何了结，那是仙人才该思量的问题。等我超凡入圣，位列仙班，或许就能让天下人皆得因果报应。让天下人皆得因果报应，这如何能够做到？待死后再行清算呗。若能让所有凡人死后尽聚一处，生前善恶皆于一面明镜中映照无疑，再依据未了结的因果，该下油锅的下油锅，该重新投胎的重新投胎。如此一来，可不就人人皆得因果报应了吗？重新投胎，这是何意？便是再度转生成人，或是牲畜，又或是花草树木。我不过随口一说，具体如何，等我成仙了再细想。坏了，这世间修士眼中轮回近乎夺舍，他该不会大喝一声大胆魔头，一剑削了我的脑袋吧？罪孽清算，了结因果，轮回重生。先生这番雄心壮志，真令我自惭形秽。我皆曾苦思如何拯救万民，即便掌门，也未曾有过这般奇思妙想。这也并非我的独创，我不过是识人牙路罢了。先生谦虚至诚，深感佩服。我正有一件大事，要请先生相助。请我帮忙？苏姑娘言重了，我这修为能帮得了什么？正是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他至少是通玄境界，他都应对不来的麻烦，我这启灵小修士卷进去岂不是找死啊？苏姑娘，那假冒清河剑派的狂徒，当真如此棘手？实不相瞒，我查访多日，寻不见假冒之人的踪迹。那些被强征的孩童，现关在城外青莲道观中，暂无性命之忧。只是此事越发扑朔迷离，县令强征孩童，似并非受魔门蛊惑，倒像是得了朝廷中人的指示。凡人的朝廷，他们要这些孩童何用？这正是令我不解之处。临行前，长辈再三叮嘱，此行危机四伏，我会遇上此生宿敌，不可轻举妄动。长辈卜卦，说我此行会邂逅贵人，助我化险为夷，看来就是先生了。我急需先生相助。依我之见，唯有你能查清真相。这可是天下第一的清河剑派，若是攀上关系，以后搞资源稳赚不赔，说不定还有救师傅的办法。富贵险中求，我愿出手相助，不过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先行炼制凝气丹，待修成丹田气海后，再着手调查。不知苏姑娘能否等候数日？修行乃根本，我城外恰有一处净室，可供先生使用。这几日先生安心修行，待出关，咱们再同查此事。多谢苏姑娘。只是城外路途遥远，不如我就在城里寻个地儿。炼丹需免受打扰，我以剑光携你出城，转瞬便到，无需担忧张扬。我可用幻术遮掩，旁人无法察觉。原来他还擅长幻术，怪不得之前感知不到他。苏姑娘，倘若你要用剑光带我飞出城去，我倒有个请求，还望你撤去幻术。这般行事，怕是会吓到旁人。不错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掌柜的，我这个包袱想暂且寄存在您这儿，过几日便来取回。这位道长，小店往来人多手杂，实在难以为客人保管物品，万一有所闪失。这些全当保管费。这可是神仙留下的宝贝，万万不能有丝毫损伤。今日过后，我这小神仙的名号算是彻底坐实了。我初次随着师父飞上天界之时，与道友一样，
喊得嗓子都哑了。我当时只觉天地广袤无垠，总想着有朝一日能独自驾驭飞剑，奔赴天涯海角，看尽世间奇景。苏姑娘如今已然能驾驭飞剑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真正的自由自在。修行之路，越行愈觉艰难。虽说如今已能御剑飞行，可我终年在深山闭关修行，打坐练剑，哪有闲暇外出游玩？这方圆10丈的静屋，竟是直接用飞剑在山岩之中硬生生劈凿出来的。这位苏姑娘的剑光，究竟犀利到何种地步？先生请随意。我虽不精于炼丹之术，但门派之中存有相关典籍，这些或许对你凝聚气海能有些许助力。这2本是师父墨慈传授过的普通典籍。气海旋转，竟还有正反之分。顺时针旋转提炼灵气，效率高；逆时针施法更为顺畅。服用2次凝气丹，凝聚2个气海，想法惊人。假设一个气海每年翻倍，30年进阶，2个气海一开始就翻倍，也需29年，差别微乎其微。修仙恰似一门包罗万象的精细学科，还能尝试多次凝聚，这些细节，师父可从未提及。若是同时凝聚2个相反方向旋转的丹田气海，会有何效果？真想再要一份材料试试凝聚双气海。不行，不能坐地起价得罪了他。没料到陈烨在阵法上有如此造诣。苏姑娘若是有什么疑问，只管开口便是。你借我典籍，我正寻思如何回报呢。你删减了诸多咒文，这阵法汇聚灵气的效果，竟比我所学的还要出色。只是引来的灵气怕是有些驳杂不纯，甚至连腐败的阴灵之气都会吸纳。无妨，凝气丹是低级丹药，杂药灵气不影响品质，关键是炼制速度，速度越快，丹药效果越好。苏姑娘，咱们还是先去查探一下这阴风的源头吧。说。这施法速度差的也太多了。这是魔门血炼之术，有魔头在用人血炼功。真不怪正道对魔门杀得那么狠，这手段，连我都想杀了这凶手。苏姑娘，看最上方的尸骸，怕是也死了数日，那魔头未必就在附近。无妨，我能找到。那魔头就在东北处，300里之外。300里追踪距离，师父，咱们魔修还是见识太少了。此行或有风险，我未必能护先生周全，但斩妖除魔乃我辈义不容辞之事。我有3道剑符赠与先生，你可留在此地静修，少则3日，多则5日，我定当归来。这位苏姑娘，当真是嫉恶如仇啊！可惜这小姑娘没什么对付魔头的经验。师父，你怎么醒了？多休息几天也好。为师开口是提醒你，这弃尸之地不寻常。师父放心，我早就瞧出来了，还想提醒苏姑娘，谁想她动作太快。提醒她作甚？这下面必有魔道重宝，还不快将宝贝取出！现在不是寻宝的时候，我刚得玄机路，等我凝练气海了，再来寻宝也不迟。凝气丹入丹田，灵气环绕，外壳剥离。360周天，气血每转一次便淡去1分，气血消散，就是现在。气海凝聚，终于脱离凡人身躯，气海境寿元200年。若是能学会天下第一的清河剑术就好了。可惜，我这魔修身份去求真传就是找死。
如今修为已成，是时候去探究一下那个神秘的尸坑了。我来！苦厄大师怎么必死了？我求的送子观音刚显灵，今天得还愿啊！显圣了，大慈大悲，保佑我今年发大财！别急，等金光一散，我得抢头炷香，让大师看见我的虔诚。苦厄大师，你这封定寺庙是何意？阿弥陀佛，施主满怀杀意，不管有何来意，切莫伤及外面旁人。我凭剑意所指，追踪害人无数的魔头。大师，你沾满怨气的袈裟作何解释？众生愚钝，众生皆苦，贫僧度众生，自然沾了凡人的怨念。阿弥陀佛。果然有陷阱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自废双耳。不知道魔音破了没有？不能省。人血丹能治我这双失聋的耳朵，可惜副作用太大，暂且不急着吃。染血咒，恶毒至极，且切手繁琐。2道绝顶的清河剑符换这玩意儿，亏了。万魂幡比师傅那粗制滥造的玩意儿好多了。无需多言。一言不合便暴起伤人，这便是正道罪劣。道理辩不过，便要杀人泄愤，谁才是魔道？你想与我讲道理，动机却只是为了赢，心怀恶意，口不对心。愚痴之人永远破不了我这无漏金身。以身养剑，你不怕剑锋反噬，连神魂都受损？剑心即人心，精诚如一，两心皆正，何惧受伤？魔头，受死！幸亏我准备了邪咒灵童。邪咒灵童，用亲生骨肉回去神智炼制。原来这满坑尸佛都是为了喂养他，确保肉身不坏。一旦魔头肉身被毁，神魂就会受阵法牵引，立刻降临在这琥珀里夺舍重生。等等，要是苏姑娘在那边把魔头砍了，她岂不是马上就会在我面前复活？这年头混魔道的，真他娘的谨慎！泡水不烂，也没有翻越的卷边缺角，只有这一道白痕。这白痕，该不会是刚才那道剑符砍出来的吧？这书才是真正的宝贝，随便塞进衣服就是刀枪不入的护甲。这到底记载了什么传承？
此因积善施救众生，手中金锡震开地狱之门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本尊地藏菩萨。地藏本愿经，果然只有开篇这几句是地藏本愿经，后面的竟是一门高深莫测的神魂法术，全是作用于神魂的秘术。可惜都是伤神破魂之用，没有养魂之法，救不了师父。藏好灵童，破咒连神，多一条命。师父，徒儿是3年便要飞升成仙的，何必为夺舍做准备？妇人之仁，速毁之，否则魔头夺舍随手炼化你。师父，值得冒险。你夺舍经验丰富，如果我布阵阻挡魔头神魂，能挡多久？你难挡通玄一击，但神魂离体如无根之木，施法越多，消散越快，隔绝联系，困魂拖延。修仙哪有不冒风险的？万事俱备，就等苏姑娘斩了那魔头的肉身了。毕竟，清河剑术天下可是第一呀。不对！万魂幡，这是我的万魂幡！抓不住就砍了，保命要紧。我的法宝成了我的催命符，对方竟然切断了牵引，还抢了幡！阿弥陀佛，我与施主并无仇怨，为何害我性命？业障缠身，必有恶报！这和尚对着空气念叨，就能渡金身？神魂在衰弱，必须把他骗出来，同归于尽。施主，既然要害我性命，为何不敢出来一见？若是知道此事见不得光，不如回头是岸，撤去阵法还来得及。阿弥陀佛，大师误会了，我不是要害你，我是要渡你早登极乐。世间乃是苦海，回头是岸就是赶紧去死。我一片苦心，请大师走进我的幡吧。那你为何不敢与我相见？阿弥陀佛，我不求回报，不需要大师记住我的长相。施主如此做派，有损清河剑派威名。你若真有本事，解开束缚，让我见识见识天下第一的清河剑诀。我的好师姐啊，说好不暴露身份的。好，既然你知晓我来历，我也不能坏了清河威名。为公平起见，我解开万魂幡，与你公平一战。好，有担当，解开幡，我让你3招。快些撤了这法宝！莫心急，我名门正报弟子，操控这魔门法宝不熟练，正努力施法呢。不好，鼠子耍诈！被发现了！无耻畜生，满嘴谎言，当追拔舌地狱！我杀了你！笑得真惨，让他们报了仇，怨魂就不够凶了。法宝毁了一半。师傅，我还没龙透，没掏空他所学钱，我会留他一口气。至于那些冤魂，总不能拦着人家报仇吧？万魂幡就是要冤魂培养戾气，一旦让他们大仇得报，戾气消散，哪来万鬼噬人的威势？师傅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这法宝废了一半，却能让我跟苏姑娘多换几张剑符，不亏。你以为那剑符是寻常灵符？那是他长辈送的保命重宝，这人情大得吓人。既然人情大，因果就越深越好。做人最忌讳墙头草。师傅，要跟苏姑娘合作，就绝不能中途暴露魔头本性，帮人必须帮到底。
苏姑娘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我耳膜受了伤，听不太清。哦，多谢。我只斩了那魔头的肉身，让他神魂走脱，怕你有危险便赶了回来。不过看来我来晚了，先生。关于那魔头的去处，还有这万魂幡，可否为我解惑？苏姑娘，我只知道那魔头想在这复活，至于他之前做过的恶事，不如我们一起来问问这幡里的大师吧。卑鄙无耻！你们清河剑盆与邪门歪道合作，算什么正道？小辈有种给我个痛快！大师太执着了，若世间有人谤你、欺你、辱你、笑你、贱你、恶你，你只需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耐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黄毛丫头，她能破我的邪咒灵瞳，她能炼化我的万魂幡，她也是魔道中人。你与这魔头为伍，清河剑派的清誉。此魔头乃先生所擒，生死便由先生决定，先生无需理会，我信你。多谢苏姑娘信任。我一介散修，遇到什么便学什么，但我发誓，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。先生今日为无辜者报了大仇，只是这万魂幡与邪咒灵瞳，先生准备如何处置？我散修不懂规矩，苏姑娘觉得该如何？万魂幡内怨魂凶戾，按门规只能销毁，让他们无痛而死。但我不好越权处置你的法宝，若你愿意交与我销毁，我愿用我年幼时的剑匣交换，绝不比万魂幡差。苏姑娘年幼时用这么大的剑匣？当时年幼无知，见师傅的剑匣好看，便吵着要一个，只是觉得好看。礼物太贵重，我不能收。万魂毡由你销毁。至于这邪咒灵瞳，我想请苏姑娘帮个忙。这孩童还活着，这是我刚得的神魂秘术，若能改良，未必不能救人。我怕是10年也研究不透。但清河剑派高人无数，救人一命是大功德。如此高深珍贵的秘术，你竟拱手相让？我总不能养他10年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答应你，我立刻送回门派，求师傅出手。若研究出救人之法，必抄注一份送给先生。师傅只剩3年，我没把握悟通这秘法，但借清河剑派这天下第一的大腿改良出来，师傅，你的神魂有救了。玉牌乃清河剑派之物，若遇他派修士责难，出示玉牌，可免去许多麻烦。剑降赠与先生。哼，别乱想，纠缠越深，身份败露之时，你死得越快。师傅啊，你怎么就没看出徒弟的一片虎心呢？我与苏姑娘如今交情不错，不仅能让她帮忙救治邪咒灵瞳，连这万魂幡都得了认证。苏姑娘不知道您的存在，我若是说师傅您本就是这万魂幡中的一个怨魂，我也能被清河剑派救活。别太着急，我和苏姑娘关系还没好到能让清河剑派掌门帮忙的地步。对，我再传你一些对付女人的手段，一定要将这小妞拿下。师傅，这就免了吧。你真要去查这童男童女之事，此事处处透露着古怪。这凝气丹都吃到肚子里了，省了10几年苦熬，总不能重新吐出来。罢了，你小子比我聪明，不过有3件事你需要听我的。师傅有何吩咐？第一，先将那剑匣炼化，那小姑娘已经将炼化之法留在剑匣上。第二，你还要选一门法术专心研习，以备斗法之用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那第3件事呢？你如今的模样，再去催线会引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记得蒙面。好，万魂幡斗法虽好，却难让人增长修为。可若真遇到以命相搏，我这需要念咒半天才能施展的搬运术，可比不得旁人念动集成的手段。师傅说我这副样子去催线会引来麻烦，难道这几天露宿荒野损了颜值？拜见恩公！老人家无需多礼。我说了，为你们报仇只是适逢其会，主要还是你们自己报了仇。若无恩公相助，我等一辈子都是孤魂野鬼。也怪不得苏姑娘，魔道犯下累累血债，正道许多时候不得不矫枉过正。被害被杀之时，不见正道来救人，怎么到我们报仇雪恨之时，他们就来矫枉过正了？
老人家这话问的有道理，回头有机会我也帮你想想，去问问那苏姑娘。恩公言重了，若是让恩公为难，便是老夫不知廉耻，忘恩负义了。这点小事不至于。老人家，那苦厄和尚招了没有？招了。恩公不问，我们便在藩里对他多用几次酷刑，将他毕生所学全挖了出来。这开口禅需要念诵经文，向涅槃宗供奉的佛陀戒法。看涅槃宗弟子的行事作风，这连名字都没有的佛陀，多半是个邪神。向他戒法，早晚得出事。居、宿、问、行，还是这4门神魂秘术练起来稳妥。去！厉害，不愧是清河剑派的法宝。进城探探，茶馆出了什么事？你是？县长，你回来了！你终于回来了！你留在这儿的包袱被人抢走了，还伤了掌柜，小人多嘴，连累了县长，还请恕罪。你吃这个，腿能好得快些。那些恶徒在哪儿？叫什么名字？他们有10几人，小人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。他们之所以动手，就是吹嘘他们的公子容颜天下无双。我反驳了几句，他们便动手了，还留了一句话：若是要找他们，便去横道客栈找天字4号房。去吧，以后少做这些口舌之争。怎么，这又心软了？又要行侠仗义了？师父，若是我未曾遇到你，或许比这伙计下场还惨。他若不是遇到我，谁又能救他？这世间没有因果报应，当真是令人不快。最近崔县强征童男童女，引来众多江湖人，寻常客栈早已不接外客，唯有这规矩森严还能容身。入店不许动刀枪，坏规矩便人头落地。今日来是要扬名的，便稍微欺负一下凡人吧。有意思，左目右瞳，这是从进门就开始给江湖人分3、8、9等了。这位小道长是想进这同门又推不开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开门费只要10两哦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公子已经到了。姑娘怕是认错人了，你我素未谋面。没错没错，天字4号房，对吗？我与公子确实素未谋面，但早就久仰大名了。瞧，本姑娘这手艺不差吧？姑娘打开这门，不怕我跟你一起进去，坏了这客栈的规矩？混江湖又不仅仅是打打杀杀，要讲人脉的嘛。再说了，公子你不是早就已经进过同门了？蓝姑娘与我初次见面，如何能认得出我？这怎么可能认错？公子这张脸，世上哪有第2位？我看你一眼就差点陷进去了。公子最近风光无限，听说什么猎骨狂妖、黑山菊煞，还有9指剥皮鬼都来投奔公子共商大计呢。这些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结果都来救孩子，这商量的是什么大计？造反是吧？他不是猎骨狂妖吗？听闻他最喜欢捏断别人的腿骨。公子，他不是来投奔你的好汉吗？看来没找错人。是你打断了百叶茶馆那位伙计的腿吗？我再问一次，百叶茶馆的掌柜与伙计是谁打伤的？不是说横刀客栈不许动刀枪吗？确实不许动我。小心！卑鄙小人，还敢伤我恩公！恩公，将他收入万魂幡，老夫让他哭都哭不出来。先不忙动手，让我问个清楚再说。这位朋友，有什么仇怨码可以在客栈外解决？横刀客栈的规矩，想必你也清楚。掌柜的，客栈不许动武，刚才他动武，你看不见。他已经喝得烂醉，如今被你重伤，便算受了惩罚。但朋友，你坏我客栈规矩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如今我也喝醉了，
掌柜能宽容吗？哼，可以。等你脑袋也塞进地板时，我也能通融。当真没意思。蓝姑娘，请稍等。这位公子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只是认错人而已，高抬贵手，请饶我一命啊！你还在演戏，蓝姑娘，你故意将我带到此处，为的就是让我与他们闹起来。在我进横刀客栈之前，你便在这里等着了。公子误会了，我与你在同门之前是初次见面，我真的没有。一开始我也没察觉到不对，但刚才那胖掌柜与我四目相对时，也愣了好一会儿。就连男人也如此，怎么蓝姑娘与我初见之时，只是瞪大了眼睛，立马就能开口打招呼了呢？说说吧，专门等我，所为何事？公子当真是仙人吗？略懂法术，但算不得真仙。好，想必公子也知道崔县强征之事。我将公子引到此处，其实就是为了救人。既然是你故意挑起事端，那便算你欠我的。公子说的对，我欠你的，我一定还，我什么都愿意，请公子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那你去为我取些东西来。原来是取东西啊！去将县衙里所有强征童男童女的相关文书给我偷出来，还有县令勾结江湖人士设教陷害的证据，一个不落的给我送来。这崔县的县衙比州府还要守卫森严，我怕死就入我万魂幡吧，死了就不怕死了。不，公子饶命，我这就去。有种，给老子一个痛快！皱一下眉毛，算老子是孬种！你们那个江小姐在哪儿？强征童男童女之事，是否与她有关？呸！让我出卖小姐，你想都别想！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半个字。本来还想先学定身咒，非要逼我先学刑讯逼供。画地为牢，折木成家，一二罪孽，不得超生。不好，遇到同行了。这是魔门的魅惑之术，那江小姐竟也是个魔头。莫非，他就是崔县强征童男童女的幕后黑手？师傅，这魅惑之术怎么解的来着？好恶毒的手段！这残惑之篇至少要损耗30年寿命，估计是自己摸索出来的，所以我也不会急。说吧，那位江小姐是谁？江小姐，我们跟她见了一面，就被她感化了。她刚来崔县2天，就跟县令勾结，用我们做诱饵，把真正的侠士骗来这里。县长饶命啊！这一届江湖人的素质，未免也太低了。如今魔头已经现身，你待如何？等那苏纯一回来，借他的剑斩了这个魔头。这魔头能施展魅惑之术，修为应该比你高。稳妥起见，是该等苏姑娘，但我已经打草惊蛇了。那江公子很快会得知傀儡被杀，绝不会放过。你这小子又有什么歪主意？阵法，听说修行界以弱共强，多半靠阵法。布下厉害的阵法，不仅需要时间，还需要许多天才地宝。那苦厄和尚的神魂虽然虚弱，好歹也是通玄境的修为。你说，若是让他引爆精血，能炸死通玄境吗？不可能！他衰弱的连肉身都没有，最多像个闷皮崩别人一脸。你想干嘛？缺了肉身，咱们给他找一个便是，试试呗。既然要做，不如做决绝些。你小子真发疯啊！炼尸控魂可是魔门手段，而且你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准备，对方随时会追来。拼一把，再不行，我还有苏姑娘的剑符保命。而且，徒儿有办法拖延一下。清河剑派外门弟子陈夜勤恶图于此，欲寻仇者，7日后黄昏，城南百里无名孤峰了断恩仇。这玉牌可是真货，你就用来骗人？做戏做全套，
不然怎么骗得过魔头？说的轻巧，你这杀人炼魂又准备炼尸，不怕你的苏姑娘知道了直接砍你脑袋？我有自己的行事准则，罪大恶极之人杀了也就杀了。如今是清河剑派地位高，但无于我，何必低眉顺手？吃软饭能吃得这么硬，真是个不要脸的小魔头。师妹，你这整天板着一张脸，这脸色是给谁看的？若是看不惯，没必要委屈自己坐马车。得意什么？到时候还不是要被师父一口吞了神魂，魂飞魄散？师兄是盼着师父晋升失败，好夺舍了我吗？等此事了结，我就让师父将你送给我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郡主，我回来了。事情办得如何？郡主料事如神，小神仙真有本事。没过多久就发现我故意引诱他与江时月的人闹起来。我在横刀客栈见到了他的留言，是清河剑派。清河剑派总算来了。郡主，这清河剑派真能对付得了那些魔头吗？不知道，但总不能坐以待毙。老魔头寿元将近，我假借为他收集血石，暗地打出清河剑派的旗号，只怕能引来正道斩妖除魔。郡主，他在客栈留了口信，要与那江时月在7日后决斗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如今还能找得到他吗？找不到，这不太对。为何要你去偷县衙的文书？还有，他为何要约在7日之后？你回到客栈之时，没见到那些被他伤了的武林人士？尸首也见到？没有，一个都没见着，连尸体也没有。会不会是被他生擒了？就算是抓人质，哪里需要10几个人全部抓走？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个清河剑派的修士，恐怕也是个杀人烈士的魔头。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连骨头都没留下。郡主，不是都说清河剑派是名门正派吗？我看那位小哥不像个魔头啊。傻丫头，你看那江时月用各种秘术改换容貌，难道长得不好看吗？差远了，那位小哥比这个小魔头长得好看10倍，不100倍。不好，莫非是被魔门的魅惑之术扭曲了大脑？我命令你，现在去找到那个躲起来的魔头，杀了他！遵命，郡主，我尽力去办。傻丫头，我不过开个玩笑，往后遇到修行者，保存自身才是最重要。啊，郡主，你刚才不是还命我去杀了？若他真是魔头，那7日后的战书一定是误导江时月的陷阱。若是能知晓他心中所想，或许我能驱虎吞狼。郡主放心，我一定不负所托。保存自身优先，不需要再独自与那修士见面。今晚先好好休息。那今晚还像小时候那样？我知道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替我们活下去。世上真有如此好看的人。这个清河剑派的魔头怎么来了？他究竟想要什么？不知道长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这崔县强征童男童女，究竟是为了谁？我可以告诉你一切，但你先告诉我，你对小石头做了什么？放心，我不曾动什么手脚。既然我已为你解惑，那你也该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不错，强征3000生灵确实是我的命令。我拜天武老人为师，他修炼魔功需要3000生灵。郡主，无需如此。我来得早，听到你与蓝姑娘的谈话了。坦白些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你怎么说的像是要救我一样？你这般软话，不过是想要知道这法阵的秘密。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搜魂吧！郡主，原来你也是邪咒灵童，杀了你天武老人便会心生感应，
你想让我跟那魔头两败俱伤？等等，不对，蓝姑娘怎么也是邪咒灵童？郡主，刚才你弄出这么大阵仗，就是为了救下蓝石姑娘。既然连死都不怕，何妨拼一把，相信我一次呢？蓝姑娘，你若想让郡主活下来，那便劝一劝她。我真心想要救人，不仅仅是那3000无辜生灵，还有你们主仆2人。郡主，要不我们就试试，反正我们也反抗不了。道长宽宏大量，我也不会有所隐瞒。不过，你究竟想知道什么？郡主，其实你与这位蓝姑娘不是主仆，而是血亲姐妹吧？不错，蓝石是我的妹妹，也是所有兄弟姐妹里唯一活下来的。那老魔头从我记事开始，逼着我将他们变跟我一样的傀儡。那么多年，只有蓝石活了下来，其他都死在我的手上，是我亲手杀了他们。所以，你故意引来清河剑派，就是为了将事情闹大，希望有正道修士可以救你脱离苦海，对吗？确实如此。我想，你其实并非清河剑派的修士，也只是假冒正道，对吗？猜得不错，我确实并非正道修士。最后的希望也没了，到时候吴老人便要出关，我们姐妹终究难逃此劫。不过，我还真认识清河剑派的修士，他们一定能救你们出苦海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只不过在此之前，请郡主将那魔头所有的情报都告诉我。他如今是什么修为境界？我对修行所知不多，但听他说，他早已是通玄境，这次是希望神魂蜕变，突破到化神境界。还只是通玄吗？那便简单了。苏纯一也是通玄境，但清河剑派天下第一。郡主，你能确认那天吴老人何时出关吗？不知道，那魔头神出鬼没，他只嘱咐我收集生灵，等办妥了，江时月自会通知他出关。兜兜转转又是江时月，他是什么境界？气海境。他曾逼我耗费许多人命，帮他寻来洗炼肉身的罡煞之宝，结果谁想到，他伸手抓起一枚沾染罡煞的玉石，当场惨叫出声，吓得直接扔了出去。从此之后，那一箱用生灵换来的罡煞玉石就被锁在他的密室之中，他再也不敢碰，根本不敢突破境界。窃国大妖的徒弟，竟是个不敢吃苦的废物。道长问的这般仔细，是要对付那江时月？魔头多是自私怯懦，他若真去涉险，必定有诈。若能让他们内斗消耗，或许才有一线生机。江时月无足轻重，若除掉他，反而会惊动那老魔头马上察觉。郡主，眼下孩子们并无安危之虞，倒是你与蓝姑娘被中了诡异禁制，若不能及时解决，随时会万劫不复。若是道长真能救我姐妹脱离苦海，我愿意。可别乱说，我不求任何回报，你可别传出去毁我清誉。这要传出去变成邪恩图报，我以后还怎么在苏纯一那儿抱大腿？难道这世上真有好人？说好的解除恶咒，怎么像个采花贼？两位姑娘见谅，在郡主府解不开恶咒，这样带你们走能省时间。这天大地大，只要那老魔头还活着，我去哪里都没区别。前面就到了。郡主，这声音我听过。你带这辆小妞来做甚？灵运早已够了，身无几两肉，难抗大用。放开我！道长，这便是你说的救人之法。哎，师傅，你就别吓唬小姑娘了。这两位是我请来的客人。
让你蒙面你不听，惹下这么多风流债，让那苏姑娘看到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师傅，你能不能别胡乱猜想，去忙你的，这里我自己处理。这场面确实容易让人误会，两位若不愿相信，可自行离去；若愿意信我，便随我来。我愿意相信道长，若是真有歹意，也不用如此麻烦，对吗，郡主？既然如此，便劳烦道长了。我会取两位的一缕灵气，让师傅捏造2个替身，将你们身上的恶诊过去。但替身必就气息不纯，有可能马上被那老魔头发现。小石头，你去把把风，以免有人打扰。哦。道长，能否将小石头身上的恶咒转移到我的身上？那样是否更有把握？郡主若是真要牺牲自己，我倒是有另一个办法。道长请讲，只要能救下小石头，我都愿意，我都愿意。那是我的法宝，你愿意入万魂幡吗？我这一生本无意义，若不是为了小石头，我早几年就自我了断了。想来那魔头就是故意留他性命，让我舍不得死。终究没等到苏姑娘的剑光。动手吧！何方小辈敢坏我好事，我必将你抽筋扒皮！死，与我同死！入我万魂幡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多谢道长垂怜，不过我该去陪其他兄弟姐妹了。孽徒，你要消沉到何时？才认识几天的小姑娘，她自己不想活了，谁也救不了。我没责怪自己，我只是在想，若日后有人满身罪孽却不想死，该当如何？孽徒，你在映射为师。求生是本能，但不能作为残害无辜的借口。难道没有一种方法，能让满身罪孽之人赎罪？若不立下大宏愿，怎知我志在长生？我不仅志在长生，我还要给这天地画一条道，以后凡人修士都要按我的规矩来。狂妄无知，欺师灭祖！师父，收拾好东西，我们走。去哪儿？不等你的苏姑娘了。她会找到我的。红玉郡主死了，但还有个小魔头逍遥在外。我心情不好，要除恶务尽。明明全城带笑，为何又人人带笑？苏姑娘总算回来了，先喝口茶歇一歇。比上次的味道好。这次是真正的好茶。童男童女之事解决了？大部分已遣送回家。这几天小石头帮了忙，确认孩子们都安置好了。这本是我该解决的事，没想到最后只做了冷眼旁观。多谢两位相助。郡主与那老魔头同归于尽，算是赎罪了。至于这满城搞死，是因为我没找到跑掉的江时月，索性顺手把那作恶的县令杀了。那贪官的家人跋扈惯了，竟强令全城披麻戴孝。若我能早些察觉，办事再仔细些，郡主或许能活，也无需先生孤身冒险。既然是我拜托先生查案，那先生的安危自然与我有关。凡人苦弱，我等修行人若不谨慎，便是千万人的生死之难。苏姑娘，魔头的错何必揽在自己身上？行侠仗义要先理清前因，是我自己选择冒险对付魔头，前因在我，即使被害了，也怪不到你头上。多谢先生解惑，此次历练能遇先生是人生大幸。崔县事了，先生往后有何打算？一介散修，自然是找个清净地，尽快进入罡煞境。若先生有意，我可以向掌门推荐你加入清河剑派。掌门对先生赞誉有加，还命我传话，先生所传秘术事关重大，剑派愿以法宝作为谢礼。龟派掌门听说我的事了，不过分别之前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先生请讲。
江时月那个小魔头跑了，除恶务尽。我想请苏姑娘帮忙找到他，将他杀了，崔县的事才算完。先生所言有理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先生孤身犯险。蓝姑娘，我们要去斩妖除魔了，你若有意，便随我们一同前去。待解决了江时月，为你报了仇，你便可以无牵无挂去过自己的日子。你若是无处可去，我可以为你寻一处落脚之地。清河剑派附近的城镇富庶安宁，想要好好过活并不是难事。我知道凡夫俗子靠脚走路跟不上会飞的仙人，但我不想孤独一人，我从未试过孤独一人。道长，你能教我修行吗？我很能吃苦，我保证不会拖后腿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要修行，跟我一个散修学。苏姑娘是清河剑派的高祖，拜入清河门下才是一步登天。我能跟你学吗？姑娘，你若只是为了追随他而修行，不出1年就会跟不上，终究会成为累赘。怎会？我练功从不偷懒。因为你追随的是修行的天才。运气而已，我提前做了些准备。先生无需自谦，你对阴阳五行的了解远胜于我。2个通玄魔头死在你手上，便是无人可及的天赋。既然你心中不服，那便让你看看先生与寻常修士的差距。我们这就去找那躲起来的魔头，将崔县之事彻底解决。先生稍等，我这就将那魔头找出来。苏姑娘以剑气为阵，推算魔头行踪，这究竟是什么原理？这是我从无量剑壁上领悟的。师傅说，这是掌门近些年新创的剑术，连我也只是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若用先生之前所说的因果来解释，我如今在崔县之上结阵，借由先生与蓝姑娘和那魔头的因果，便能逆矩行踪，将卜算之法融入剑术，还能借此传授给弟子。贵派掌门不愧是天下第一。这魔头怎么还敢留在崔县？大概是觉得最危险之处，便是最安全之处。给那崔县县令披麻戴孝，他竟然躲在这儿。我们这是等什么？仔细看先生的手段。哼，连灵气交换都停了，原来是幻术。敢为噬灵离火分阴，棍其之反复其道，天行也。起！魔头就是魔头，草菅人命只当等闲。恩公，杀不杀？你为何咄咄逼人？我师父莫名横死，崔县变天，我只想在此躲避3-5个月。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。华夏道来，什么都可以商量。谁跟你这魔头是同道中人？你敢说你不是魔门中人？拿着万魂幡，用着下三滥的迷药，难道你真以为假冒清河剑派弟子没人能看穿吗？这位就是正牌的清河剑派弟子，你不服可以问问他的意见。当我是傻子吗？当着清河剑派弟子的面用万魂幡和魔门迷药，他要是清河剑派的，我将名字倒过来写。跟个死人解释什么？早就等着你了。速速投降，入我万魂幡，好好忏悔你的罪孽。早就猜到你会跑，变身子。
收。这魔头看着年轻，但眉间玉洁，灵光晦暗，一看就知道是用丹药维持容貌。小姑娘，你觉得你真能跟得上先生修行的脚步吗？随我去清河吧。你若是寻得修行的意义，将来总有一日能再见。仙女姐姐，我随你去清河。多谢苏姑娘出手相助。先生知道清河剑派弟子稀少，蓝姑娘资质不凡，心思单纯，正适合我派。回茶楼歇着吧。你小子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呸！扔下这群傻子，自生自灭便是了。就算要破魅惑，让那苏纯一出手，不是更方便？师傅，你怎么就知道苏姑娘会解？高门大派的弟子最怕被人控了心智，坏了门风，尤其是女子。清河剑派必定会给弟子讲解如何破解魅惑。徒儿受教了。别扯开话题，你这阵法动静极大，招来其他魔头怎么办？就是趁着苏姑娘在附近，我才敢放手一试。若惹来麻烦，有她兜着，出不了人命。如可知罪，问心无愧，何罪之有？骗人容易，骗自己就难了。去。饶命！居所问行，四门合一，气海果然在拓宽。大胆魔头，竟敢在闹市伤人！我焚香门魏长生，今日便要替天行道！果然没猜错，莫次提醒过，杀人练功不能大规模搞，弄出点动静，隔着几百里也清晰可见。这位，就这，不够灵活，不会爆炸，就是普通的火。焚香门的弟子，就这。初入气海境，灵气淬体都还没完成，一出手就狼狈逃窜，如何能是我的对手？果然只是凡火。这铁钩锁链的威力是按罪孽算的，我这小魔头挨一下也就胸口挨一拳的程度，这名门正派的弟子怎么痛得满地打滚？谁才是魔头？难道是冒充的？公，你这神通好吓人，我身子发软，动不了。道友莫怪，我只是为了自保。该死的魔头，我必杀你！你要做什么？你敢抢我焚香门的宝贝？道友莫怪，毕竟谁也不知道一个修士的储物袋里可以掏出什么宝贝。我这是自保，自保而已。这玉佩满是木性灵气，对上坤下，择地淬，怕是能唤出木刺将我身子贯穿。我暂时替你保管。胡言乱语！先生可有受伤？这位说是焚香门的弟子，不知道苏姑娘是否认识？这位是焚香门的魏长生魏师兄。魏兄一表人才，看着便知道出身不凡，刚才多有得罪。苏师妹，这可是个魔头，你怎么会与他如此亲近？请魏师兄慎言。他手上的可是万魂幡，你难道没看见？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任你如何努力也是搬不动的。若是手执万魂幡便是魔头，那这又如何？魏兄，你如今手执万魂幡，难道你就成魔修了吗？强词夺理！是否强词夺理？相信魏兄心中有数。魏兄方才痛不欲生时所见之事，也算强词夺理吗？如果真是一场误会，就请解了我身上的禁制。既是苏师妹作保，魏某便信这位道友一回。一场误会，还望道友海涵。既然是误会，大家都无需放在心上。既然如此，道友是否能将东西还我？哦，
魏兄说的对，是该还你。我的玄日龙纹盘，我的保生丹，我的灵符，卑鄙小人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分赃时候到了，苏姑娘，你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。先生是何时许下这些法宝的？这保生丹，苏姑娘应该用得上。这怕是不好吧？无妨，算我送你的。我忘了告诉先生，魏长是调焚香门来求传授秘术。你是说那地藏本愿经？你随便处置便是。苏姑娘，我看那位魏兄还是怀恨在心，我们这就去找他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收拾残局，收尸报官。原来这4门秘术，不过是地府鬼差惩罚罪人的手段，专攻神魂。阵法已拆，你们收拾残局，收尸报官。凡人的事，凡人自己解决。苏姑娘，那焚香门一共收集了多少种天书秘术？根据坊间传言，已超过10门，且每一本内容都不相同。焚香门推崇博学，最有名的是《太上丹经》，其炼丹术是毋庸置疑的天下第一。不知道用地藏本愿经能不能把他们宝库换空？除了这太上丹经，还有哪些天书？比较有名的还有灵炉真术、八门遁甲以及鲁班书，分别是医术、风水阵法与机关符咒。焚香门弟子日常都要学3门以上的杂学。苏姑娘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魏长生不应该跑得太远，除非他故意躲起来，否则我们早应该追上了。能否用那占卜剑术来找到他？没有清河剑术的基础，光靠看几眼就想学会，真是异想天开。小心！这万魂幡，当真是最好用的宝贝。别大意，你们招惹到大麻烦了。师傅，刚才怎么一回事？是不算反事，你最好马上扔了这小姑娘逃跑。师傅，你让我扔下苏姑娘逃命，不然呢？她是清河剑派弟子，扔下她或许还能活。你留下来不过是多死一个蝼蚁。师父，请恕徒儿不孝。藩内诸位，请护我师父周全，有多远逃多远，去清河剑派。孽徒，本宫。苏姑娘，你感觉如何？剑气反噬，并无大碍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再御剑飞行了。抱歉，连累你了。苏姑娘，方才在天上，你都听到了？令师与你所说，我都听见了。苏姑娘莫怪，我师父被我炼入万魂幡中了。不过那是他自愿的，可不是我欺师灭种啊。先生此时还有心情说笑，我何时怀疑过先生？苏姑娘，既然你用不了飞剑传书，不知还有何法能联络清河剑派？我们必须快走。先生为何不听令师所言？我是清河剑派弟子，一般魔头也不敢对我如何。你太小瞧魔头的狠辣了。方才剑气反噬，你下意识将我护在身后，我便绝不会将你抛下。一般魔头也不敢对我如何。你太小瞧魔头的狠辣了。方才剑气反噬，你下意识将我护在身后，我便绝不会将你抛下。我需要3日时间才能恢复灵气运转。先生认为，我们如今应当如何应对？那高人若是焚香门前辈，以你的身份自然无语；但若惹到了厉害的魔头，魏长坑怕是已经遭了难。你们名门正派的弟子若是身陨，门派内点着的魂灯便会熄灭，长辈必定马上知晓，对吗？正是。既然如此，
焚香门必定会派高人前来调查魏长生的死因。苏姑娘，我们现在就去焚香门的方向，或许在路上就能迎到救援。先生，我依然无碍。苏姑娘，刚才可是有所感应？先生果然神机妙算，留在石碑下的草人已经破碎。还真是运气，那老魔头果然不会卜算。卜算之道神秘莫测，他修为再高，也只能靠因果模糊感应方位。虽然这些新草人没法再塞苦厄和尚的毒药，但绑在这些野兽身上各奔东西，也够延缓他的速度。先生，我们今晚便寻个地方歇息，明日再走吧。歇不得，谁知道那魔头何时追上来？万一就差那一丝距离没跑到焚香门，就坏了。是我连累了先生。事到如今，还说什么连累？难道现在还要让我弃你而去？我知道你不愿如此，那就让我来背你。这修为差了2个境界，居然让一个姑娘背着跑，可太伤自尊了。大难不死，调理体内混乱的灵气，我定要尽快提升修为。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又有草人被毁了，不过也算好事，说明那人又被我们骗了。不对，正常人最多只会上1次当。第一个草人埋了毒，那魔头吃过亏，就算再次被误导，怎会又随手破坏？除非他不是被骗，他只是在顺手清理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，让贫僧一路好找啊！贫僧只选错了2次，便选中了你们所在的方向。阿弥陀佛，此乃缘分也。阿弥陀佛，大师追了这么一路，也不直接动手，想来是准备与我们聊上几句的。你便是散修陈业，这一路上的算计都是出自你手？微末伎俩，入不得高人法眼。我看施主你年纪不大，竟然能精研此道，我那苦厄徒儿死得不冤呐！那苦厄和尚是我战杀的，你若是要寻仇，便杀了我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寻仇便来找我。阿弥陀佛，两位都说是自己犯了杀戒，贫僧难以分清真假，不如要杀便杀！你已经超凡入圣，对我们这些小徒役还玩什么手段？传出去不嫌丢人！施主有所不知，究竟是谁杀了苦厄？此事对贫僧意义非凡，若是不能弄清楚，此事便不能善了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稍安勿躁，与贫僧一同念念国书，化解心中戾气，一切便都明了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之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测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此。哇！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之时，出现在混川贝壁佛中。这和尚在借铂经是什么邪术？多和军期班将在这波罗昧不行，不复得驾走。你施主，我那苦厄徒儿可是被你所杀。苦厄和尚肉身是我斩杀的。你施主是信人，之前所言不虚，那么我那徒儿的神魂便是毁在这位陈施主手上了。苏姑娘，他早就知道结果了。老和尚，别废话了，我不仅收了他的神魂，还将他扔出去跟另一个老魔头同归于尽了。要动手就快点儿。那施主，你也跟我念一念佛经。念就念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之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色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此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增，增不减。
等等，施主，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吗？这不就是心经吗？等等，难道这老和尚不知道心经还有后半段？施主，你如何知道这心经还有后半段？出家人不达狂言，可不能胡编乱造。我不仅知道心经，还知道许多佛经。想来你们涅槃宗大多佛经只有残篇，我可以为你们补全，就搜我的魂。但凡我神魂缺了半点记忆，都是你们的损失。涅槃宗绝不会放过原版凤经，哪怕他们会直接搜魂，我也只能拿脑子里的经文当筹码赌一把。先把苏小姐送走。杀苦厄的是我，我有原版上古佛经。你若敢伤他，便立刻自绝神魂，让你什么都得不到。阿弥陀佛，陈施主误会了，贫僧可不是涅槃宗的魔头，贫僧法号方圆，来自慈心寺。慈心寺？可你刚才说苦厄是你徒弟，那苦厄用的是涅槃宗的神通开口禅，绝不会错。慈心寺出自涅槃宗，神通本就相似。苦厄确实是贫僧徒弟，但他80年前堕入魔道，叛出宗门。贫僧不善卜算，苦追他80年，直到他今日身死，贫僧才生出感应前来。大师既然并非寻仇，何必一路上如此折磨我们？贫僧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叫魏长生的焚香门弟子，焚香门与清河剑派关系人尽皆知，贫僧还以为你们是一伙的恶徒。魏长生那害人精撞你手里了？贫僧对他小惩大戒，放他走了。总之，全是贫僧之错。两位是有情有义之人，贫僧给你们赔罪。魏长生，你个魏长生！人家问个路，你动什么手？差点把我们连累死！大师快请起，下次直接问就行，可别这么吓唬我们小辈了。大师，既然你是来报恩的，为何神色如此焦急？多亏施主为贫僧除了心魔，刚刚突破至反虚境，可涅槃宗他们定不会罢休。贫僧若拖延太久，怕就来不及了。反虚境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；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阿弥陀佛，该放下屠刀的是你们才对。一掌把天打崩了，这大腿比清河剑派还要粗啊！先生无需羡慕，以你的天赋，反虚境只是迟早的事。苏姑娘的伤势已经恢复了。方圆大师的丹药有奇效，我已经彻底恢复。此番遭难，反倒是让我修为更进一步。恭喜苏姑娘。先生是有心事，是在记恨方圆大师之前的冒犯吗？自嘲一笑。经过昨日，我想明白了许多东西。我等凡人，过些年便是白骨一堆，与长生久世的相比，确实不值一提。原以为自己干掉通玄境就是越级挑战的主角了，直到看见反虚境一掌崩天的神迹，若不能长生，终究只是一只长了牙在尘埃里耀武。先生所言不错，茫茫天地，我等凡人只是蝼蚁，若是想挣脱这牢笼，便要成仙。我还以为苏姑娘你会劝我不要消沉。先生不是消沉之人，何须我多嘴？不错，感慨归感慨，修行归修行。既然明知道自己身如蝼蚁，就更应该把握如今。苏姑娘，你接下来就要回清河了吗？不错，我也该回清河苦修了。不过回去之前，我会与先生去一趟焚香门，促成天书秘术的交换。不去焚香门了，那魏长生被方圆大师教训了一番，想来是对我们怀恨在心，去了也只是自讨没趣，平添许多麻烦。可是
教训魏长生的是方圆大师，为何他会对我们怀恨在心？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。不过焚香门我就懒得去了，我如今只想尽快提高修为。等我将师父寻回，我就找个地方苦修去了。先生如今正需要加快速度气海壮大的秘术，不如随我回清河。清河水太清，我这种出身淤泥的小鱼去了也适应不了。我那上了万魂幡的便宜师傅莫慈根本经不起清河剑派的审查，他们门规正的发邪，我去了必被关押，莫慈也得魂飞魄散。生死不能自已的赌博，我绝不来第二次。那先生要去何处苦修？你准备去当和尚？我不是，只是慈心寺毕竟是旁门。女施主，这话贫僧可不能当听不见。大师，我并非有意冒犯。无妨无妨，苏施主所言也不错，慈心寺终究是旁门。只因我佛门经卷残缺，又有涅槃宗这等魔门，坏了佛门弟子的名声，被世人误会也不奇怪。大师慧眼，我只是想用心经换取慈心寺的宗门秘术，想来慈心寺应该也有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换。这经卷对我废纸一张，换来石大师的实力，才是净道理。能换，如何不能？不过不需要换。当然不需要。贫僧此番来寻两位是为报恩耳，只不过慈心寺的修行之法多有忌讳，未必适合施主，而且肯定是比不了清河剑派与焚香门的秘术。大师客气了，对我这散修来说，能有就不错，哪能挑剔？不过这心经全文，难道大师不要吗？陈施主所求之物，贫僧也猜得到一二。不过慈心寺一穷二白，能拿出手的宝贝不多，恐怕将慈心寺掏空了也换不起呀。不如这样，施主你随我回慈心寺，我向方丈师兄说明一番，下一任方丈就由你来做，你看如何？大师别开玩笑了，你让我念经吃素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吃素？慈心寺只是戒杀生，并不需要吃素啊。贫僧生平最爱荤鲜，只是每次化缘都要看布施者心情，很少吃到肉罢了。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我杀。大师吃的是三净肉。不错不错，便是这种。施主果然知道许多佛门失传之秘。我们还是回到正题，除了气海境的秘术，我还需要一门遁术，一门护身神通，一些炼器材料、丹药，还有慈心木所有与卜算相关的典籍。气海境想学卜算，不过施主既然笃定，贫僧答应你，但这要价半部心经可不够。心经不够，那加上金刚经、华严经、阿迪经又如何？阿弥陀佛，陈施主，你差点让贫僧的佛心都碎了。这些佛经可别是你瞎编出来的。天地为鉴，绝非胡编乱造。施主独具慧根，真不准备出家当和尚吗？可惜，可惜。此衣带在身上，贫僧便能定位寻你。后续丹药典籍定会送上，不过你要的护身神通，你修为太低，贫僧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适合你。大师，你可听过开口禅这门神通？涅槃宗与慈心寺各有传承，只是非佛门弟子无法向佛陀借力，用不了。据我所知，慈心寺不过几百年历史，那你们供奉的佛也就几百岁吧？施主，你难道想自己造诣为佛？有何不可？施主所问，贫僧答不上来，待我回寺问过方丈师兄，再来作答。贫僧要赶回寺中，两位也尽快离开吧。苏施主自有御剑之术，陈施主，你又准备去往何方？我得先原路返回，找我那丢失的法宝万魂幡，之后找个偏僻之地闭关。若是如此，贫僧建议施主去白海谷，此地距离慈心寺不远，方便照应，而且
那里特别欢迎散修。如何？找了2天，万魂幡没找到，墨刺的痕迹也没了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也罢，只怪我给万魂幡太多自由。师父保重，请大师送我去白海谷吧。阿弥陀佛，请施主节哀。修行之路总有别离。贫僧还记得刚开始修行时，父母还常来慈心寺看望。等到我一次闭关出来，便只见到2座老坟。大师，不会安慰人的话，倒也不必勉强。那贫僧为你念念国经。大师，我会的佛经比你多。那贫僧……大师，你还是跟我说说，这白海谷是什么地方吧？要说这白海谷啊，之前可不叫这名字，而是叫白海谷，满谷子白骨。曾几何时，那里是赤染圣教的地盘。赤染圣教，当初的18魔道门派之一。正是，魔头将凡人当猪狗豢养，抽筋扒皮炼魂，没用的枯骨便扔进山谷。后来魔尊陨落，门派被屠，那地方成了无主之物，便招来了一群人。什么人？散修。散修都是穷鬼啊，全跑去捞尸骨炼法宝。穷鬼确实什么都干得出来。100年过去，骨头捞光了，倒留下了不少共用的阵法和炼丹炉。正道门派顺水推舟，帮他们建了个松散联盟，改名白海谷。多谢大师，真不愧是仙家之地，这就是七彩祥云吗？陈施主，这七彩的雾气乃是一种毒瘴，能迷人心魄。考验吗？归藏64画，困龙诀，坤位阴爻，初6履霜。恭喜道友破阵。在下陈烨，初来乍到，还请道友多多指教。焚香门的丹药，这可太贵重了。哪里，在下修为低下，破阵费了不少时间，劳烦道友在此等候，实在抱歉。道友说的是哪里话？贫道吕福胜正是今日轮值之人，破阵费时费力，快请随我来歇息。陈道友破阵花了不少心力吧？若非用蛮力，这迷阵没3、5个时辰反复策管是进不来的。3、5个时辰，我好像就走了30、40步，确实艰难。现在还头晕脑胀。我们散修初来乍到，自然要谨慎些，不能示人以弱。放心，进了这门就安全了。这是苍珠，谷中绝大多数物件都能用它交易。你刚才送我那瓶丹药，按行价值300苍珠，租用炼丹炉1日才要10枚。那药只能治外伤，怎会这么值钱？道友有所不知，在白海谷与5大门派沾边的宝贝，价格得翻几10倍。道友能随手送出焚香谷的丹药，想来关系匪浅，往后还请多多提携。平日好几个月不见一位新人，今日倒是巧了，一来就来3个。甩不掉的掉血鬼。魏兄，真是想死我了！你怎么寻到这白海谷来了？怪不得能随手拿出焚香门的丹药，这关系简直是一棵参天大树啊！二位叙旧，贫道去入口候着了。我还以为你会与苏师妹一同回清河呢，差点就去清河找你了。那魏兄又是怎么知道我来白海谷的？时机来得这么巧，你猜？忙着修行呢，没那闲工夫猜。陈道友确实忙中出乱，连自家最为珍视的宝贝都给弄丢了吧？难道师父落入他手中了？看来这宝贝对陈道友至关重要啊！不如拿它来交换你的天书秘术，如何？成交！看来我小看了这宝贝的价值。现在你想交易了，我倒是不急了。相信道友还能拿出更多的东西来换。魏兄，你险些便骗到我了，真的，就差那么一点儿。莫师妹，你为何拦我？魏师兄，
我事先便再三提醒过你，只说第一句即可。他一听便答应了交易，难道不继续追问，他就不会起疑了？卦象所示便是如此，你只需说出第一句，而后闭嘴即可。莫师妹，我知你天赋异禀，可你每日所算3卦，仅有1卦必定为真。你精准算出了抵达白骸谷的时辰，可又怎知这另外2卦是真是假？哼！你让我什么都不做，就在这儿干等。莫随心，别人怕你这个七星堂的瘟神，我可不怕。卦象如此，你要信便信，不信便随你。哼，好，我等，但我可不会干等。那小子刚才的反应做不了假，他绝对丢了要命的宝贝。我亲自去查，只要揪住这个把柄，你这第3卦，我不信也得信。差点被唬住了。如果他手里真有万魂符，绝对会立刻答应。可师傅究竟落在了谁手里？我现在区区气海境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修为才是一切根本。闭关。慈心寺的6字真言以声音震荡带动气海旋转。苏纯一笔记里关于凝练2个反向气海的构想，这真言咒的发力路数，在细微处竟有这么多相通之处，不如趁此机会试试凝练第2个气海，主动击碎气海，1分为2。若是不成，大不了退回启灵境，用凝气丹从头再来。既然有退路，就不怕赌把大的。熬了1天1夜，得出去找口热乎的，顺便见识见识这白骸谷。这位导游倒是称职。也不知道清河剑派与焚香门那等大门派又是什么模样。也并无什么不同，最多只是大一些，更空旷些。这位姑娘，你们正道弟子就那么喜欢从别人背后出现吗？只是凑巧。听道友所言，你是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才害怕被正道弟子看到吗？不错，我做过的亏心事多了。又算错了，今日3卦已经错了1卦。你说什么？不过是自省罢了。这姑娘脑袋修炼出差就了。陈道友，你要请我喝酒吗？啊！第2卦又错了，可是这第3卦可是必死无疑的大凶之卦呀！道友所言极是，我今日追踪你，是因为为你算了1卦，卦象显示你今日有性命之忧。卜算之术，你是通玄境？在我记事起，便已有此天赋神通，不需要修行便可预知。既然你有此能，那你算出我为何有性命之忧？今日之内，你会身中剧毒，死于非命，地点未知。无论你如何躲避，此劫皆无法逃脱。你每日3卦，其一为真，那另外2卦呢？前2卦已证明为假。第1卦算你对我出言调戏，第2卦算你邀我喝酒。你刚才对我避之不及，显然前2卦已断。这第3卦身中剧毒，必中无疑。如果卦象是死局，那就改掉变数。前2卦之所以假，是因为我没做。那只要我现在去补上这2卦，这凶卦就不攻自破了。姑娘得罪了。哟，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娘子？长得这般俊俏，要不要陪哥哥喝杯酒啊？放开你的手！不敢放，我可不想莫名其妙被毒死。你再不放手，休怪我。这位姑娘，你也不想让焚香门拿不到天书秘术吧？我若真被毒死了，谁把秘术交给你？你简直厚颜无耻！姑娘放心，我这只是权宜之计，绝非真想占你便宜。你的手不许乱动，保证不会。你看那公子长得真俊，可惜呀，
这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旁边的胖馒头跟它哪有一点相配的？这小哥怕是瞎了眼。找到了，醉仙居。之前多有得罪，实属无奈之举。这杯酒算我向你赔罪。等我们喝完这壶酒，便算是卦象应验了。那若今日算出来的并非我的死期，而是你自己的，姑娘也会信吗？所以我从不算自己，卜者不算己，否则毕生祸端。姑娘能否教我卜算？你想学，这可不容易。姑娘若是愿意教我，那天书秘术我双手奉上。啊，不是说好了，等你度过此次死劫，便将秘术交给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明明说，如果你死了，天书秘术就……等等，你骗我！现在才后悔，姑娘不觉得晚了？真想白白吃亏，什么都拿不到吗？本来你们焚香谷是要用喜魂来换我的天书秘术，这东西有多珍贵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只要我教你卜算，你就会将天书秘术交给我，不会再反悔了吧？当然不会，我陈烨答应过的事，向来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不对，万一你没有学习卜算的天赋怎么办？我岂不是白费力气？可在没学之前，我也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天赋啊。我有办法。你若是能在我们喝完这壶酒之前，将这枚铁球打开，那便证明你有学习卜算的天赋。天干是直，看来你还是学过一点的。这机关锁，该不会是要好几天才能解开的那种难度吧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是作弊，一定是作弊！别摇了，再摇下去，我这条小命可就没了。不可能，你肯定作弊了。真不是我作弊，还有你别那么激动，旁人都看着你呢。你究竟怎么解开的？这铁球原本就已经复原了7、8成，只剩下几个位置不对，随便拧几下就开了。你绝对不是普通散修，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弟子？你当真想知道？唉，姑娘这般执着，我这一身所学皆源自知窟。知窟？那不过是个无名的小派，姑娘没听过也很正常。你该不会又在骗我吧？我对天发誓，绝无半句假话。姑娘之前说只要我解开这铁球就教我卜算之术，如今也该兑现诺言了。既然你已经学过天干地支，我便不再赘述。这是最基础的卜算之法。净神习、玄真、如心破字、入库八级复杂而复法通史的指路相承双受自六。待在止修后，便向其实如其动作。卜算之术，并非七海境可以支撑。师妹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魏兄，别师妹师妹的叫的亲热，这是我师妹，不是你的师妹。别以为你是焚香门弟子，就可以打搅了我们喝酒的兴致。你颠倒黑白！你刚才究竟做了什么？他怎么乖乖认栽了？这是玄玉龙纹佩。之前我与魏兄有些误会，想要我将玉佩还他，他就只能咽下这口气。为了我，你竟要把如此贵重的法宝还给他？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。姑娘今日前来，本意是帮我避开死劫，这因果总归与我有关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骗你的。
如此一来，我们便两清了。就此，别过。说什么？说什么一笔勾销呢？我这卜算之术才刚入门，往后我还有诸多问题，想要向你多多请教呢。好，我能教的都教你。莫师妹好兴致啊，竟与那人饮酒作乐，直至半夜才回来。魏师兄，此番波折，你我都该引以为戒。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？我请你来是为了夺天书秘术，难道就没什么该解释的吗？解释？且不说你长长生堂凭什么管我七星堂的事，我是七星堂首席，魏师兄，你又算什么身份？罢了，往事不可追，少了个万魂符护法而已，还是把我当尽。玛玛尼巴咪吽，玛玛尼巴咪吽，给我去！体内18气海还在自行吞吐，不是幻觉。以这等恐怖的速度，1年之内我便能尝试钢煞炼体。三位，今日怎么愁眉苦脸的？陈兄弟，你来的正好。都是朋友，若帮得上忙，我不会推辞。陈兄弟，你与那焚香门究竟是什么关系？那莫伯见玉复剑冲第一话就情了。那莫姑娘为了救你，就这般让你轻薄了？不愧是名门正派的弟子。对，焚香门也不全是魏长生那般仗势欺人之徒，还是有好人的。我的事儿说清楚了，吕兄也该说说你们的麻烦了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我年岁太大，若不能跨过这一关，便只能作化入灭了。我实在不甘心，我想去焚香门求一份金刚伞。诸位是希望我去找莫姑娘，求一份金刚伞？不敢，再过不久便请陈兄弟帮我们打听一番。师父，起来吧。天书秘术，我之前不是命你协助魏长生获取此秘术吗？如今这是怎么回事？师父，那魏长生在外行事跋扈，不仅强取豪夺，还差点给师门惹来灭顶之灾。师父，我们应该将此事上报掌门吗？上报掌门自是应当，只是长生堂极为护短，加之你之前算出魏长生的死劫，他至今耿耿于怀。如今掌门又正忙于青冠山镇压无救魔尊之事，分身乏术，即便上报，最终也是不了了之。是无救魔尊的尸身又出问题了，还不是长生堂做的孽！为了门内弟子能靠丹药突破化神境，洗魂的采摘量生生翻了3倍。那本是用来抽取魔尊尸骸元气的封印核心，每少一朵，封印便松动1分。掌门为何要默许此事？天道轮转，无救魔尊复苏只是征兆，随行你要认真修行，尽快突破通玄。遵命。你对那个线上秘术的散修陈烨颇为欣赏。师父，他是真正的个修行天才，他只用了短短片刻，便解开了您送我的奇门铁球。能得你如此夸赞，还真难得。不过，可不止你一个人认为他是天才。清河剑派的苏纯一多次推荐他入清河，却被那小子拒绝了。他为何拒绝？清河剑派那闭气长生之域一心除魔的古板门规，他与清河格格不入，所以你还有机会。白骸谷集会即将开始，这次我已向掌门汇报，由你全权主持。届时苏纯一也会到场，你与他多加亲近，结交此人，你终生受益。徒儿明白。还有一事。
你在白海谷时，多注意谷中的蛇。蛇？师傅指哪一种？无论遇见何种蛇，都要多加留意，多向当地久居的修士打听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倘若见到一种骨头外露的赤莲蛇，务必立刻向我汇报，不可有丝毫耽搁。去吧。剑心澄净，未染魔尘。崔县之事，处置无过，过关。怎么到铸剑室来了？这个时辰，你不是习惯去练剑吗？来给师傅请安，我想为陈烨挑一件法宝。难得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为师也有2件事与你说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将这个给你朋友送去。万魂幡。苏姑娘，久违了。你怎会在此？你们不是被陈烨抄下逃生去了吗？那小子有情有义，这幡里的阴魂也没辜负他的恩情。他们是不顾生死，硬是飞来清河报信救主啊！多谢师傅。谢什么？又不是送你的，你替那小子多谢我啊！去准备吧。不过为师还有最后一件事嘱咐：此次去白海谷，一定要小心里面的蛇。蛇？我那焚香门老友擅长算卦，心中特意警告，尤其是遇到骨头长在外面的赤染蛇，就当是最凶残的魔头来对待，明白吗？徒儿明白。这位朋友，我这里有赤莲老魔的图，你要吗？朋友，要不要？不是合欢宗秘传版的我不要，若是有雕版彩印的，我全都要。原来是真朋友，随我来。你便是黑小三，你也不黑啊。卖春宫图的要是用本来的名字，生怕别人抓不到我嘛。赤炼大法，魔域至尊，一枚苍珠1本。这可都是我在白海谷挖出来的，当年赤炼魔宗的秘术，全拼凑的假货。小贝，你看了封面便沾了魔宗的怨念，若不买我一本秘籍，午夜入梦之时，魔头便会化作噬梦的大蛇，将你的神魂吃掉。是吗？我正好喜欢玩蛇。要买就买，阁下这是什么意思？原以为遇到内行了，没想到不过是个外行。砸场子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内行。请你长长眼。哼，蹊跷的枯骨蝉，确实是上赠品，不过一听便知是虚弱已久的平虫。你这只病恹恹的，你的饲养手法也不见得多高明。说得头头是道，可惜你摊子上这些虫子加起来，都不如我这病恹恹的枯骨蝉。放屁！我这些品种虽差，但养得好，价值600苍珠。你这蹊跷枯骨蝉就这病模样，顶天了也就值500苍珠。就500苍珠，这枯骨蝉卖你了。你套我话，你就说要不要吧。成交。朋友，转了大半天，什么也没买到。那是自然，我看你一直留意的都是代步之物。若是为了代步，不妨考虑一下灵兽坐骑。灵兽可不好养活，讲究个缘分，去看看呗。这什么味儿？灵兽区大致分飞禽、走兽、蛇类3种，道友想先看哪种？为何蛇类要专门出一区？道友有所不知，这白海谷前身叫白海谷，是赤染魔尊生平爱蛇，魔门弟子几乎人手养蛇。就它了。哎呦，客官好眼光，这可是有着上古3足金乌血统的灵兽。您看它这第3条腿。你这造假也太敷衍了。成交，送您2袋口粮，包管吃1个月。吃吧，接下来还得辛苦你。坐骑有了，接下来该去焚香门驻地找莫随心了。算算我的万魂幡在哪，还有师傅他老人家究竟是死是活。此地乃是焚香门驻地，恕不接待外人。
原来是清河剑派高足，失敬失敬。不知阁下是来访客，还是……道友误会了，我并非清河剑派弟子，只是与清河剑派有些交情。在下来此，是与贵派莫同心莫姑娘有约，劳烦通报一声，就说陈夜来访。等回去之后，丹药管够。你这家伙从哪儿学的这些？物似主人形，宠物当然是跟主人学的。你看这乌鸦不就跟你一样？当初占便宜的时候，你倒是没这般客气，如今倒是真吃起来了。莫姑娘若是还在记恨，那我只能再请你喝一杯作为赔罪了。今日来找我，是准备继续学卜算吗？这是其一。另外，来打听一下焚香门是否有金刚伞准备出售。金刚伞，数日后的集会中会有许多珍贵丹药进行拍卖，不过恐怕此物珍贵，寻常散修是支付不起。若是以白骸骨的物价，想要拍下，至少要5万苍珠。5万？这还只是最低价，若是有人竞拍，那价格就不好说了。莫姑娘，这次前来，我还想请姑娘你为我卜算一下。你又想让我算你的吉凶，好让你再占我便宜吗？不，姑娘误会了，我真不是那种人。我只想请姑娘你帮我算一算，这法宝在哪儿。你运气不错，今日3卦，还剩1卦未曾卜算。姑娘算到什么了？怕是让你失望了。我算到你那宝贝就在白骸谷内，但这似乎不合常理。你是先丢了宝贝，再到了白骸谷，这法宝又怎会出现在这儿呢？那姑娘是否算出这法宝在白骸谷的哪一处？好像是在清河剑派的驻地。清河剑派，魔门法宝落在清河剑派地界，不得被那群剑修的剑光吸取成臊子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去清河剑派驻地看看。我与你同去。好久不见。也并非许久，还不到7日。莫姑娘，这位是清河剑派的苏纯一。纯一，这是焚香门七星堂首席莫同心姑娘。苏师姐此番前来，可是有什么重要事务要处理？我是专程来找她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我之间早已结缘，我刚踏入白骸谷，便察觉到你在此处。我这次来是将法宝给你送来了。法宝？对了，清河剑派有研究出重聚神魂之法吗？那邪咒灵童如今无碍。师伯已寻到法子解救了他，不过神魂受损严重，如今他便像是重新诞生的婴儿，完全失去所有记忆。也是好事，遭受了非人虐待，忘了也好。这法宝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是杨重光远渡千里去清河报信送来的。师父，万魂幡中阴魂皆听师父调遣，杨重光去清河，必定是师父的意思。他那么怕死，竟为了我涉险去清河剑派。既然清河剑派都用法宝来回馈于你，那我们焚香门也不好白要你的天书秘术。我会向宗门回禀，也回赠你一件法宝好了。莫姑娘，不是说好了你教我卜算吗？不需要再送我法宝了。哼，那是我要教你，可不要将这份人情记在焚香门上。有人吗？请救救我兄弟！他怎么了？被蛇咬了，突然从路旁窜出，我用了所有解毒药都没用，求阁下相助。是什么模样的蛇？看不清楚，太快了，只隐约看到是暗红色。有效了，多谢救命之恩！你们多加小心，最好多观察些时候。去吧。一片混沌，看不清卦象。我需要向师父汇报此事，两位就此别过。苏姑娘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听你的。我？先生知晓，我不擅长应对复杂之事。若那蛇在面前，我一剑斩了便是。苏姑娘，劳烦你立刻以清河剑派名义发出警告，所有修士切勿随毒外出，遇咬伤立刻汇报。另外，
联合5大门派备足解毒和驱蛇丹药，组织2支巡逻队。先生不如随我去清河驻地，那里最安全。我先去通知几个朋友避难，稍后便去清河剑派找你。师父，你还在吗？孽徒说了多少次不要妇人之仁，你哭什么？师父，你故意的吧？就等我出丑了才开口。你这孽徒也有今天！你怎么躲过去的？去了清河，没被人抓出来练了？装死呗！万魂幡里多的是破碎无理智的阴魂魂，我混在里面不说话，让杨崇光去应付清河剑派。真不愧是老谋深算的老前辈。师父，你不用怕，苏姑娘刚传了我改良版秘术，没几天就能给你治好神魂之症。哼，你先别忙着吹牛，我怕你自己都顾不上来。白骸谷的赤练蛇复苏，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可怕。5大门派这次有大麻烦喽！诸位所托之事已打听到，焚香门会有金刚伞拍卖，恐怕不会低于5万苍珠。5万？我们兄弟3人辛苦半生，才存了不到3万，看来是无缘了。我身上只剩1000多苍珠，3位近日务必注意，多准备驱蛇药。白骸谷有赤脸蛇出没，危险。若有所需，可到清河剑派驻地找我。2位兄弟，我出去走走。长兄，陈兄弟刚说了，有蛇害人，切莫孤身一人。我去庆云坊喝杯酒。随他去吧，今日他想独醉一场，别打扰了。若在庆云坊都能被袭击，这白骸谷哪还有安全之地？修行吧。福盛、侯禄，都给我出来！平日里喝茶早就厌烦了，今日庆云坊新出了香醇桃酒，咱们一醉方休。福盛、侯禄。堂堂天下第1大派清河剑派，这驻地竟然如此破败。苏姑娘，这地方见是清河剑派的驻地，这小院怕是住不了几个人吧？清河剑派本来就没几个弟子，平日里王逸晨师兄和他的妻子在此驻守。那我来这里避难，方便吗？这威压和当初遇到方圆和尚时一模一样。见过前辈。陈道友客气了。师妹，你嫂子说让你过去一趟，我带陈道友去厢房看看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。多谢王道长。陈道友年少有为啊，听说你还不到20，有这身修为实属不易。客气了，多亏苏姑娘出手相助，若无她赠我灵药，我恐怕还在想办法凝练气海呢。我这师妹从小乐于主人，不过她心思单纯，很难辨别好坏。点我呢，提醒我别做坏人，欺骗苏姑娘。听闻你与焚香门那位七星堂首席关系匪浅。我与莫姑娘不打不相识，算是亦师亦友。是我冒昧了，那我也不打扰陈道友修行。总算过关了，有了清河剑派庇护，管他赤染蛇复苏，我要在这儿修炼到天昏地暗。但这里灵气匮乏，我18个气的判属量，普通的聚灵环根本撑不住。恩公有何吩咐？老杨，这万魂幡被清河剑派重新炼制，多了什么用处？清河剑派不熟悉炼制万魂幡，便另辟蹊径，教会了我们一种阵法，名为玄阴摄灵阵。这阵法简直像是把天地戳了个窟窿，直接连通了灵气的海洋。6字真言咒，气海已经无法扩大，装不下更多灵气了。
苏姑娘，你还好吗？我还支撑得住，只是追查真凶遇到了极大麻烦，想请教先生。莫姑娘这几日有跟你说过卜算的结果吗？说过，但只要涉及真正的幕后黑手，却总是算错。不对劲，莫姑娘可曾独自一人外出过？她修为不高，一直留在焚香门驻地，连河道境都躲不开莫姑娘的卜算，怎么可能天天算错？唯一的解释就是莫姑娘已经被赤莲蛇咬了，她被人操纵了心智。可是她一直在门派驻地啊。如果没猜错，焚香门被操控的不止她一个。我要亲自算一卦。算出来了，有赤莲蛇去过焚香门驻地，不过是死的。好像是有这事儿。莫师妹说卜算需要，我便将斩杀的赤莲蛇送了过去，但我肯定那些蛇都已经死透了。赤染蛇靠的是毒，蛇的毒液清理干净了吗？这倒没有。莫苏心的卜算是他们最大的威胁，只要他算准一次，魔宗便会全军覆没。蛇毒送入了驻地，恐怕莫姑娘甚至整个焚香门都已经找了到了。先生的意思是，焚香门内有奸细，趁莫师妹卜算时用蛇毒偷袭，我们要如何确认此事？苏姑娘，不需要我们来确认。真正担心她的大有人在，只要你立刻向上汇报，让五大门派的高层去头疼就行了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向师门汇报。这事处处透着诡异。纯一这小姑娘还真遇着贵人了，哼，只可惜这小家伙不适合我们清河剑派。老家伙，你疯了！强行刺破虚空，把我们拉过来！哼，你们说魔门复苏要锻炼小辈，逼着我袖手旁观，我也答应了。如今白骸谷之事，你们做得如何？这才几天时间，你着什么急？你们焚香门的小字辈都快玩完了，你还问我急什么？诸位稍安勿躁，别忘了赤然魔宗余孽里有我蜃楼派的弟子潜伏，对方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。你们若是只顾磨练自家弟子，让白骸谷损失惨重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三位在这里也有不少时日了。拜见尊主。是时候让你们重见天日了。这是让我们离去？不错，就说你们被赤莲蛇咬了，他们会将你们带到隔离区。请问尊主，混入其中之后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？你们只需要进入其中，任务便完成了。从此与我赤染圣教再无瓜葛。魔头，有种杀了我！想要用赤炼蛇控制我，你是痴心妄想！我知道你们蜃楼派的弟子有秘术守护神魂，在入门仪式时，你才敢让赤炼蛇咬那一口。你若是知道，还会将所有计划告诉我？你的死期将至！你觉得只有正道才不怕死吗？你这魔头究竟有什么毒计？你所知的一切都是我想让你知道的。我知道你是派来的奸细，我这就放了你。你可以给五大门派传话，白骸谷一定会落入我的掌控。我想请清河剑派出面，给我一个与五大门派对话的机会。若是你们侥幸平息了此事，便算我输。白骸谷的毁灭就在一念之间。尊主让我们上来后，主动找五大门派汇报混进隔离区，我总觉得是拿我们当枪使。确实，如今重获自由，绝不能再按魔头吩咐办事，万一害了人呢？要不，我们去找陈兄弟，他说过在清河剑派驻地暂住，好主意。你们觉不觉得今晚的白骸谷太安静了？这散教好眼熟，想起来了，刚入谷时，他跟陈烨在亭中喝茶。既然是你的朋友，
那就只能怪你们倒霉。鬼鬼祟祟的，为何在此？都不许动！验！还真让我猜中了，拿下！还给我！你们焚香门还想当强盗不成？我看你们心中有鬼，这袋子里怕是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把我的藏珠还给我，那是我的买命钱！还想反抗？带走！师傅，感觉如何？也就聊胜于无。我神魂已经油尽灯枯，只不过有这万魂幡护持，消散得慢些罢了。众生愿力可修复神魂，让师傅你变成神灵。一旦以香火成神，你便受愿力束缚，可没有修仙那么自由了。能活就成，我还挑剔什么？你不是才凝聚气海吗？怎么还想着帮我成佛了？罢了，你看着折腾吧，我先歇着了。陈烨，你勾结魔头的事已经暴露了，快束手就擒吧。证据呢？哼，回去自然让你看清楚。真是废物，还以为能打起来。他没必要动手，有清河剑派为他撑腰，焚香门不敢针对他做什么。若他动手伤人，反倒受人话柄，尊主为何在意此人？他可能让我们输掉这场赌局。那尊主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杀了他，我等都要同死。你们真以为如今已经赢了？你们便觉得可以换个地方逍遥快活？这跟丧家之犬有何区别？我要的不是继续如蝼蚁般苟生，我要宗门弟子都可以随意行走于阳光之下。现在，唯一的变数就是陈烨。区气海境小修士，能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但这陈烨，绝对是我宗崛起最大的变数。怎么回事？像是被咬了一口。陈烨，不，这与我无关啊！魏师兄，你这么做是有点过了。我不是，我真没有。罢了，我们云庐仙宗不想介入你们的私人恩怨，告辞。天道不公，你才是受害之人。但你还是被那人报复了。他借着醇香门的势力公报私仇，要置你于死地。怨恨吗？不甘吗？你想活下去吗？宋无真言，赐汝长生。你能赐我长生，也能收回，对吗？我还以为那老板是骗我，原来不买东西真的有大蛇入梦了。不怕死？不怕死又何必要追求长生？但我绝不想要别人施舍的长生。若不得逍遥自在，活着便如同身处地狱。我可以暂时身处地狱，但我总要走向出口。等一下，这里是我的梦境才对吧？刚才你说焚香门对我公报私仇，但咬我一口的是赤脸蛇吧？我中了蛇毒，才会进入这个梦境。我就说魏长生不该这么蠢，以他自私自利的性格，就算要报仇，也不会选这种敏感时候。原来是你在栽赃陷害。
其实我师父跟赤灵魔宗有些渊源，我也是魔头，我也可以。陈兄弟，你终于醒了。储物袋不见了，万魂班和剑侠也不在。我睡了多久？也就一小会儿。那魏长生将你送进来之后，便一脸晦气的走了。陈兄弟，你也被赤眼蛇咬了吗？运气不好，遭了暗算。吕兄，你们又是何时进来的？陈兄弟，你也被抓进来了，清河剑派也没能保住你吗？我毕竟不是清河剑派的弟子。连你也被抓了，连你也被抓了！长兄，你冷静些。推旧曲者得新生，焚己身者见大光明。去清河剑派的驻地，那里能保命。那你呢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去寻那罪魁祸首。诸位随我去将法宝取回，然后便将这些表里不一的正道赶出去。白骸谷是我等散修的地方，轮不到他们插手。你怎么追过来的？闻着味儿追来的。黑旋风，追那道剑过。先生，你怎么会在此处？可有受伤？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可知道魏长生在哪儿？他有一样东西可以平息散修的怒火。是什么法宝呢？不是法宝，是魏长生本人。先生，散修暴起伤人闹得如此严重，就算抓了魏长生，他也不是下令之人，这人头有何用处？长寿等散修被逼入绝境，怒火需要一个明确而近在咫前的目标。魏长生就是负责关押他们的人。他们若是真和正道门派剑邪火拼，我必须抢在正道大开杀射前，拿魏长生的脑袋，把事情压到可以谈判的地步。苏姑娘，接下来是一场硬仗，我将彻底得罪焚香门。若是你，先生是为了救人，对吗？那我便是你的剑。好，通玄镜以下归我，通玄镜请苏姑娘料理。若于化神镜出手，那就只能赌一把了。苏，站住！魏师兄正在殿内面见莫师姐，请等通报。魏长生，爷爷我来找你了，给我滚出来！一个手持万魂幡的魔头，竟然硬闯清心殿！苏纯一，你竟与这魔头为伙！先生，通玄镜，我来。这绝对不是莫姑娘，这是那幕后黑手。我同魔头来我焚香门撒野，欺人太甚，快放人，束手就擒。先生，我怕是抵挡不住。无妨，闹这么大，焚香门高手出面在预料之中。不过，哈哈，云涛兄，何必为难这些小辈？
我王一晨陪你过上几招。苏姑娘，趁现在，他们防外不防内，快走！苏世侄，你为何在此？清河怎么跟焚香门打起来了？等等，这小子是谁？怎么抓着焚香门的弟子？见过紫妍真人，一言难尽。我等来此是为了解决这场乱局。先把人放了！五大门派同气连枝，哪有在外人面前内讧的理？事态紧急，真人若要听解释，不妨等事情平败。下面散修群情空播，再不安抚，白骸谷就要血流成河了。黄口小儿！本座早就派人安抚过，但他们已被赤脸魔宗迷了心智，差点杀了我派弟子。那真人就准备将他们全杀伤吗？今日你若屠了这数百人，滥杀无辜，天下散修成千上万，五大门派经营1000年的声望，真人担得起毁于一般的罪名吗？不错，若是午门因此屠戮无辜，那我清河剑派第一个不答应。你有什么高见？本座3次和谈，他们一个字都听不进。我也是散修，让我去试一试。这跟你手里的焚香门人有何关系？真人是想听我在这长篇大论，还是想尽快平息此事？我去就好。你是午门弟子，去了只会惹他们景帝。可是太危险了。我们同是散修，我知道他们并非穷凶极恶。长兄，你还认我这个朋友吗？陈兄弟，你对我有恩，但你若是替五大门派当说客，我常某今日只能与你割袍断义。我不是说客，我是来给你们送人质的。魏长生关押你们的罪魁祸首，焚香门长生堂首席竞争者。要杀要剐不急于一时，有他在，我们就有了谈判的底牌。真到了最后关头，拉他陪葬也不迟。陈兄弟，你其实还是来劝降的，对吗？劝降不会带着人质来。魏长生是我的投名状。长兄，你忘了，我也被赤脸蛇咬过，我们在同一个笼子里待过。我们都是无依无靠的散修，如果我们今日被杀，五大门派只会说我们被魔宗蛊惑，罪名魔宗丹，正道抽身事外。为了掩盖丑闻，所有被咬过的散修都不会留活口，我们就是同生共死的。那你是要加入我们拼命？拼命太亏了，我不仅要加入你，我还要让正道五门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不仅如此，我也要让他们认清现实，魏长生不够，我有一个大计划，能让五大门派羞愧难当，能让他们在全天下修士面前低头俯首认错。陈兄弟，你说要让我们低头认错，怎么做？用魏长生的命威胁他们？魏长生算什么东西？拿他的命威胁，午门只会将我们一起抹杀。你不能用别人毫不在意的东西作为威胁的筹码。蜃楼派之前派人来劝降，他们是怎么说的？他们说要杀光我们，易如反掌。他们说我们是被魔头蛊惑，只要跪下投降就能大发慈悲。他们高高在上，连事情怎么回事都不问，就直接给我们定了罪。他们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。不错，蜃楼派一群道貌岸然的白痴，他们不可能理解我们的苦楚。我们宁死也绝不束手就擒。很简单，五大门派并非铁板一颗，
他们谁也不想背上屠戮无辜的骂罪。我们用魏长生做筹码，逼蜃楼派解开迷阵。蜃楼派巴不得送走我们这块烫手山芋，而焚香门弟子在我们手上，焚香门必定会来插手。到时候，我们就说是蜃楼派以性命要挟，我们才拿魏长生保命，让焚香门和蜃楼派为了面子自己扯皮去。我们不仅要脱身，还要派人把这事昭告天下。我倒要看看五大门派敢不敢把白骸谷的散修全杀绝。陈兄弟，我们信你。若有意外，我们就杀魏长生祭天，跟他们不死不休。我们的性命交到你手上了。好。信不辱命，我说服他们不再冲击驻地，请真人放开通道，他们自然会退去。当真？我3次和谈都无功而返，这小子进去片刻就摆平了这群悍不畏死的亡命徒。他不会就是赤染魔宗的尊主假扮的吧？陈兄弟，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先别谢，魏长生在我们手里，焚香门马上就到。长兄，我问你，刚才你们满脑子玉石俱焚，现在呢？若是不拼命，我们拿着魏长生，到底想换什么？想清楚了吗？陈兄弟，我们手上只有这一个筹码，能换来什么？魏长生算什么东西？焚香门根本不在乎一个普通弟子的死活，用他来谈条件，五大门派只会笑我们天真。诸位之中，谁有记录影像的法术或法宝？我有留影宝镜，我能用符咒短时间留影。好，所有人开阵记录。接下来，我要让全天下看看名门正派的嘴脸。你们识相便放了我，否则焚香门云涛师伯一掌拍来，你们全都要死。死性不改。招供，我有什么可招供的？勾结魔头的是你们。魏长生，细数你的罪孽吧。若是真心悔过，痛苦自会减轻。说，我招，我全招，是我公报私仇，我恨你入骨，奈何不得，就拿其他散修发泄。我故意惹怒他们，把他们打入大牢，严刑拷打。我贪没了他们的储物袋，长寿那数万苍珠都在我兜里。我还以自由要挟，逼迫那些女弟子。我认罪，我都认。我想当长生堂的首席，是我暗中害死了上任首席岳连峰岳师兄。好家伙，这下你真是神仙难救了。终究是输了一档。阿弥陀佛，师弟若是狠下心来，将那少年控制了，这一场便是你赢了。如今重立圣教的计划已行不通，接下来正道五门只会将全部怒火发泄在我身上，这白骸谷是留不得了。阿弥陀佛，涅槃宗大门始终向你敞开。哼哼，师兄有心了，但我暂时不想送羊入虎口。阿弥陀佛，师弟误会了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怎会加害于你呢？看来师弟对涅槃宗成见还是太深了，那我也只好亲自动手，请师弟来涅槃宗叙一叙旧了。放下屠刀，立怒成佛。师弟回头是岸呐！如今散修已然被收服，你这点愿力如何与我积在1000年的愿力相比？还是别反抗了。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，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吗？
我佛慈悲！你必死于万仞家身，死后不得超生！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以身犯险，引出那魔头。互惠而已。我也担忧涅槃宗找我的麻烦，如今看来，至少有数十年安稳日子了。涅槃宗的手段果然厉害。这一局是我们输了，不过无妨，你们怎么想都可以，因为你们终究是要死了。去吧，去正道我们面前晃一晃，他们如今正需要杀几个魔头出口气。放心，尔等牺牲不会白费。我敢闯门劫人是有勇力，能平众怒是有智慧。你曾说与我赤染魔宗有些渊源，若是如此，你还真与我圣教有缘了。如此有勇有谋之人，不当魔头实在可惜了。